菩萨，他刚才是真想吃俺，师傅，这回俺可没冤枉他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是个讲道理的人，只是贫僧体弱，不宜久战。又来了个和尚，滚远些，别挡俺老孙晒太阳。做手下，贫僧带你上西天，若不愿，贫僧就再给你此生最后一次开口的机会。这和尚路数比妖怪还野。这和尚不对，区区小树也敢买弄，给贫僧碎！这和尚真要砸山！这和尚不对，这和尚真敢对如来的法帖动手！狼狈成这样，也配做贫僧门下首徒？俺没兵器，也照样打得天翻地覆。贫僧的人空着手像什么样子？这禅杖太重，便赏你了。这棍子任俺？兵器有了，衣裳也该换了。师傅，俺也去本来就是……闭嘴！换上，勉强能看。师傅，走，随贫僧去西天讲道理。师傅，这回俺去前头开路。你人眼神都不嫌吵，便去。师傅，前头有东西不长眼，那便去看看他有几条命。贫僧刚收的徒弟，你也敢下口？连贫僧的人都敢动。因昨先白龙拦路，本是命中一劫。不对，这龙气怎么快散了？哇哦！师傅，俺突然觉得俺以前打人还是太讲道理了。且慢！菩萨，有话直说。此龙乃三太子，名叫小白龙，本就是命中注定要随你西行之人，不可伤他性命。菩萨，他刚才是真想吃俺，师傅，这回俺可没冤枉他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是个讲道理的人，只是贫僧体弱，不宜久战。如今路远难行，贫僧原还愁缺个代步的，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，倒也省事。还不快快现了龙马之身，拜见师父，将功折罪。哟，长城变白马了，俺看你这模样倒是比刚才顺眼些。模样倒还周正，勉强能骑。走，师傅，这路也走了几日了，怎么尽是些山精野药，不见个大点的动静？急什么？嘿嘿，俺不是急，俺是手痒。师傅，今儿总算不用睡山头了。但愿如此。长虫，你如今当了马，话也学会阴阳怪气了。
近墨者黑。好家伙，你这长虫学得倒快！师傅，这地方有妖气。有，而且不是寻常山野散怪。进去看看。敢问圣僧自何处来？贫僧自东土而来，往西天去，路过此地，借个落脚处。圣僧可会降妖？怪饭量极大，一顿能吃几桌酒席，稍不顺心便掀桌砸门。胃口倒是不小。师傅，这妖不太像普通货色。去看看，别把人打死。师傅，您这话，俺这话怎么听着像是您比俺还狠？阿弥陀佛，贫僧是个讲道理的人。那妖怪还自称从前在天上当过官。哦，那俺更得瞧瞧了。入夜再说。阿弥陀佛，有劳了。师傅，这回要是个能打的，俺先陪他玩玩。莫急，先看他几张成色。来了。这厮长得倒真有几分喜气。哪儿来的泼猴，敢笑你家爷爷？你还挺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强抢民女也配叫家事？好，你这毛脸雷公嘴的，倒也不全是绣花枕头。倒真有几分本事。好你个泼猴，吃俺老孙一棒！看爬！来得好！有点意思。活下来才是真本事。好家伙，你这呆子倒真能打，报个名号。说出来吓你一跳，俺从前也是有头有脸的田鹏，听过没有？还真是不小的官儿。俺老朱从生端着硬着拿着架子，觉得谁都得给俺几分脸。难怪你嘴这么碎，原来是从天上摔下来的时候把脑子摔灵光了。泼猴，你懂个屁！俺这是稳重。稳重。施主，贫僧劝你识趣，随贫僧上路，还是贫僧给你超度？和尚，你莫要胡啊！师傅，这回您这道理讲得挺响啊。贫僧再给你一次开口的机会。师父，弟子久闻师父佛法无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威德无双，慈悲广大。好家伙，你这胆子跪得比俺认尸那会儿还快。大师兄，你不懂，俺这叫稳重。你倒识时务。弟子从前不识时务，摔得太狠。如今，俺就学会了一件事：跟对人比什么都重要。起来吧，既入贫僧门下，往后便收收你的妖性。猪妖这名字也不必再用了。请师父赐名。你既食欲重，尘心也重，便先从戒字学起。往后你叫朱老八。弟子谢师父赐名。你倒识时务，
弟子从前不识时务，摔得太狠。老八，弟子在。行礼你来。师傅，要不俺去叫大师兄来，俺怕粗手粗脚，脏了佛门清净。好家伙，这活推得倒快。弟子背，弟子这就背。老八，你这变脸的本事倒比翻跟头还快。师父慈悲，连吃饭都透着佛光。少贫。弟子明白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俺方才见师父风采，心中激动，一时没忍住。你忍忍。成，俺忍。啊，不，俺以后也得跟大师兄学学规矩。这一夜之后，西行路上便又多了个行李。朱老八正式入门。师父，弟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西天路可真不是给人走的。你本来也不是人。大师兄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伤感情了。俺老朱虽说生得粗了些，心可还是热的。你那心热不热，俺不管，俺只知道你这嘴是越来越热了。跟着师傅混，不快不行。俺怕师傅一慈悲，先把俺点化了。老八，弟子在。话多了。师傅说的是，弟子这不是怕路上闷，替师傅解解乏吗？好家伙，老八，你这张嘴倒真能把石头说软了。大师兄，你不懂，俺老朱别的不会，圆场说话这一块还是有些底子的。猴哥，我咋觉着这地儿有点邪乎呢？师傅，前方水气不对。这就是那黑沙河。这地方瞧着可不太像好路。这河，俺老朱的腿肚子都转筋了。此乃弱水。师傅，这地方不像给活人留的。这水瞧着怎么比夜里还黑？俺老朱怎么看着这河样是能吃人似的？这不是像，这河本就留不住活物。你认得？这是弱水，寻常飞鸟不过，红毛落水即沉，肉身入内更难托举。那不就是说，咱们到这儿算是断路了？你急什么？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河不是麻烦。来得好！我靠！好家伙，这河里还真藏了个能看的。此河不渡活人，回去。嘿，你这妖怪倒会挑地方当山大王。河是你的，再进一步埋河里。师傅，你听见没？这河里的说话比俺还直。好，好，这才像话。这妖不对，路子太正了，不像野怪。猴子，师傅，退下。师傅，俺还没打过瘾呢。他不是给你打着玩的。阿弥陀佛，这回怕是河都要挨讲了。二师兄，慎言。
施主，你不该过这条河。为何？你若过去，前路更乱。你拦贫僧，不是怕贫僧过去，你是不知道，离了这条河，你还能去哪儿？师傅这一句，可比打人还狠。出去又如何？天庭不认，河里不流。我这种人，站到哪儿都不像个人样。天庭不认你，贫僧认；河里不留你，贫僧留。站到贫僧身后，往后谁动你，贫僧便动谁。我曾重重跌落谷底，那会儿也觉得天地之大，无处立足。先找条路走，总比困着强。弟子愿随师父西行。起来，往后你便叫老沙。嘿，老沙，你这人话少，打起架来倒挺带劲儿。大师兄承让。老沙，你这人瞧着就稳。俺老朱一看你就觉得你跟大师兄不一样，大师兄是点火的，你是压火的。二师兄，你先把词捋顺了再说。成，看出来了，你这人不爱多说，一开口倒挺扎心。河还没过，师傅，人倒是收了，可这河还是挺宽啊。俺倒能翻过去，可你们不行。我虽是龙身，可此河是弱水，不便硬渡。弟子在这河中久了，知道一条稳路。那不早说？带路。师傅这一句真有普度众生之相啊！谁再说俺师傅只会讲经，俺第一个不答应。师傅，这地方不像路。俺瞧着也不像，哪有正经山岭，风吹得跟刮人骨头似的。老爸，刚进岭就挨了记见面礼。风里有沙，有死气，还有磨得太久的血味，是养出来的风。这风不是守山，是拿整座岭当磨盘。走。这哪是风，这简直是明抢！站稳，别散。师傅，这厮躲着不出来，俺也去把他拎出来。好家伙，风再横也吹不着俺师傅身后的人。师傅慈悲，这风再大的动静，到了师傅跟前也得先讲规矩。这风开始急了。
你们这几个和尚倒是有些眼力劲儿，俺还当是什么大妖王，哼，原来是只黄毛耗子。猴子，嘴太碎，骨头也会先碎。这风是你养的？哼，和尚，既知这是我的岭，我的风，还敢往里进？岭下这些冤魂，也是你养风的料。死在我的岭里，是他们活该。这厮不是拦路，是拿过路人的命喂风。这仗可就不是混饭了，该收。贫僧给你一次自己停手的机会，散风伏地，把这岭上的账一条一条说清。和尚，你站在我的风里，还敢跟我讲规矩？起！火热马轰！师傅，这回风是真急了。讲不通。师傅这是去替这岭上的风立规矩去了。风是你借来的，不是你的命。我的风！现在，账可以讲了。我原只是在岭下偷风修行，可偷来的风养不大，必须喂。于是你就拿人喂？不是风停不下来，是你舍不得停。这账，不是伏地认错就能接过去的。跪好。那便过去看看，是谁留下的旧账。师傅，岭后真有座庙。这庙瞧着可不太吉利。有佛气。吊气也在。过去。这庙里有活物。哼！莫急，庙没烂透，是里头的人先烂了。里头那玩意儿要倒霉了。
久的不像等香客，像等人死。开门！黄风怪来过。哼，俺就说，黄风怪果然是从这儿把风学歪的。黄风怪常来这里，黄风怪肯定不是纯粹来上香的。能把佛器和妖气搅成一锅的，不会是黄风怪那种。师傅，俺看这玩意儿很有问题。住手！香火断了，这一身香火算是熬出来了。阿弥陀佛。人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何苦贪着一点俗气？俺不贪钱财，俺贪的是这庙里的功德箱。不呲！放下！可你刚才不是还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吗？身外之物不值一提，但我的身外之物就不行。嘴上劝人放下，手里却死钻功德箱不松。你拜的不是佛，是你的贪。庙一断香，就真的死了。贫僧之事，不想让他死，所以你就借黄风封路，借香火续庙，再借人命，把这座庙熬活。黄风岭上死几个人，换一座庙不倒，有何不值？庙倒了可以再立，佛像裂了可以再塑。可你借佛害人，借香续贪，这不是守庙，这是作孽！竟敢坏我好事！邪庙开始醒，你们既不懂，那便都留下来，替这庙续最后一炷香。哎呦，这玩意儿还认主呢？不是认主，是抢。黄风怪的风，是你给的。哼，岭上风大，风从哪里来？谁说得清？说得清。他身上的沙和你供桌底下的是一位，风不是他悟出来的，是你喂出来的。俺就说那黄毛耗子想不出这等脏法子。贫僧守着庙守了一辈子，庙里的砖、香、经，都是贫僧看着过来的。黄风岭多年无香，若不逼人来敬，谁还记得这里有庙？哼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留的是庙，还是留人给你磕头掏钱？钱财是身外之物。俺知道，
所以俺抱的还是你的身外之物。你不甘庙费，所以先留香，香不够，便留人，人不够，便养风。你守庙守到后来，不是为了佛，是为了让自己还有地方站。庙倒了，可以再立，可你借佛害人，这是作孽。俺拿你个破箱子，你倒还想拿俺？箱子放地上。俺知道，可这地方太窄，狠狠干塌了庙，佛器也得一块塌。邪根不在风里，在佛前。你不是要讲道理吗？那便当着佛的面狠狠干碎贫僧这座庙啊！师傅，俺看这老头就是故意恶心人。老八，砸了！不！你舍不得他倒，却舍得让他替你背这身血罪。你守的是名，是香，是你的功德箱。你舍不得的，从来不是佛，是你自己。够了！俺就说守庙是假，摸骨杀才是真。动手！师傅，这火倒比俺想的温和。该烧的，师傅比谁都烧得明白。佛座里还有东西。金。师傅，俺现在觉得这地方是真有点邪门了。师傅，这岭上的风没了，俺看着都顺眼了不少。先前那风这会儿再吹过来，总算有点人味儿了。老八，风还能有人味儿？不是风轻了，是路轻了。有水汽，还有烟火气。好家伙，还真有火！这大荒山里还有驿站，不像火殿。过去看看。小心！怕什么？师傅，这地方瞧着不太吉利呀。水汽不对，灯也不对。灯是暖的，照出来的地却冷。那俺先叫门。
俺怎么觉得这门不是请人，是张嘴呀？像。门里有雨声。门外走旱路，门里下夜雨。这地方俺喜欢。你怎么什么鬼地方都喜欢？这地方也太齐整了，齐整的像天天有人收拾。俺现在倒真想见见这地方到底是谁在守夜了。终于来客了。师傅，俺现在觉得这地方是真有点邪门了。有意思。出来说话。嗯。夜路难行，几位既到了驿前，怎不进后院歇小？这还不算近。前堂迎客，后院住人。门是自己开的，灯是自己提的，话也是绕着弯说的。你这驿站平日里都这么待客？平日里也少有客来，能等到几位已算难得。你知道我们会来。古驿设在路上，不等客，还能等什么？施主怎么称呼？驿里旧人，哪还值得称呼？几位若不嫌弃，叫我一声掌灯娘子便是。灯还亮着，便总得有人掌。后院为何有雨？既如此，那便带路。圣僧真要进后院？你不是一直在等贫僧进去？诸位远路来，可先在前院歇息。至于后头，看来今夜不止来了客。潮气有3股，活气1股没有。俺知道，这地方灯不止一盏，鬼也不止一个。前堂掌灯，后院落雨，房里留人，栏中拦满马。再往后还有什么？那便今晚一盏一盏都点明白。今夜来客5人1马，记哪一房？记你个头！俺行李都还没放下，你就先惦记俺们住哪儿了？那便今晚一盏一盏都点明白。施主，你掌的是灯还是杖？俺最烦你们这种说半句藏半句的。掌灯掌到最后，顺手把命也记上了。灯若不亮，账也记不住。我不记，这一记，我只是忘不了。师傅，先断雨。俺把那雨眼掀了，先把这鬼雨停了。不能断！原是官道就义，工人换马歇脚避雨意。后来路断了，兵荒盗起，夜里赶路人多，没熬过去的也多。再后来大雨封山，驿里住满了人，可雨进了院。雨若断，这驿会塌，里头东西出来，整条道都得遭殃。灯是引客的，雨是留客的，驿是镇客的。
你这鬼地方先把人骗进来，再永远留下来，是吧？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夜灯灭了3回，点了3回，最后雨停了，人也没了。他原来是第一个被灯留下的人，他活得最久，所以看着后来的人被留。他醒得太快了。门后不是一个。好家伙，原来都挤在一间里记账呢。既然来不及走，今晚贫僧替他们开门。圣僧，师傅，这回俺先把门砸了。俺现在不太想知道里头住了几个了。晚了，门都自己开了。你们站在这儿，在等谁？等雨停。等雨停。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雨不会停。掌灯，叫我们住上房，雨来了就不能出门。你不是说你不记账吗？比黄风镜还脏。灯一亮，门就要开，门一开，人就得分房。雨点到谁，谁便走不了。你们如今还想走吗？想。今夜来客5人1马，记哪一房？记你个头！俺行李都还没放下，你就先惦记俺们住哪儿了？俺总算见着这驿里最会算账的了。不是抢，只要账本还认他们，他们就走不开。猴子，师傅，岸别急着砸。成，俺先拖着他。原来在这儿。圣僧，留客规矩，不可乱动。师傅，他越急，说明师傅踩得越准。后院留客，是为了避雨。师傅这是在给这破驿站改规矩啊！义可以废，规也可以改，命不能拿来续。老八，弟子在。灯，明白。猴子，账册别乱打。师傅，这不就是本破账吗？不是留，是要让他自己翻完。圣僧，最后一页在后头。住口！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不该来。看见了，你既翻了，就该继续涨。谁说翻账就要接位？旧规矩。你不能改账！俺看你现在最好闭嘴！不是改，是删。多谢。怎么，雨像在自己往回退？雨不流了，他自然该走。上路吧。多谢圣僧。施主，你不走？我也能走吗？灯已不在你手里，杖也不在你身上，为何不能走？原来我也只是路过这儿的人。这破地方，我是一刻也不想多待。是啊，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走吧，前头还有路。背后有人。他站得太稳，稳得像背后又多出一块碑。师傅。这地方有点太干净了。干净还不好，俺瞧着这路比黄风岭顺多了。嘿嘿，俺说的不是这个干净，俺是说，这地方太像有人提前收拾过场子了。这地方没有妖气，也没有寻常鬼气，只有旧的兵器和没散干净的杀气。好家伙，俺就说这味儿不像山野妖官，像旧战场，但不是大军冲杀那种战场，师不收，碑不立，名字也没留下。哎呀，听着咋这么发毛呢？前头有碑，俺现在是真信。这地方不是让人过的，是等人来的。师傅，俺觉得这碑不像好碑，背后有人。俺怎么没瞧见？他站得太稳，稳得像背后又多出一块碑。不是藏，是等。俺是说。这地方不像拦路，像点名。过去。好家伙，原来真有个能看的齐天大圣！你既认得俺，报个名吧，俺不打没来头的。圣僧，我不是来拦路的，我是来看看这被三界传得越来越像
的一队人是谁？好，俺最烦你们这种站那装半天，最后才吐真东西的。看爆！好家伙，这可真不是个寻常人，兵路太正。他不是在打，他在试。这何止是有点东西，这都快有一整座军营的东西了。他不是野路子，他在用市阵的打法，先是风，后是步，再是对面急不急、乱不乱，谁会先插手？呵呵，俺不喜欢别人拿俺当刀看。你不是刀，你是风。成，俺就当你这句是夸。可俺这个风，向来只狠狠干人，不喜欢给人试看。这厮不是冲命，是冲大师兄的棍去的。你不是头一回碰俺这样的。我见过很多风，你不算最烈的那个。大师兄，俺觉得他在激怒你。俺知道，哼，可俺就爱打这种会说话的。俺忽然改主意了，俺不想狠狠快了，俺想慢慢把你这层铠甲一棍一棍撬开。大师兄这回不猴急了。他听懂了。对面在挑他的火，可他现在不往外冒了。不错，比我想的醒得快。再来，缠！俺看出来了，你看的不是输赢。贫僧的人，轮不到你按着打。松手。看出什么了？方才是俺，现在要换人了。先是大师兄试的是风，现在看我们是在找钉子，钉子一拔，队就散。猴是风，和尚是山，猪会滑，马能察觉，只有你最适合先解决。他不是随便看，他看得很久了。有完！别动！他等的就是你插手。
老沙稳呐！老沙！见血了，猴哥！贫僧的人，轮不到你按着打。松手！哼！齐天大圣，有朝一日你会知道替人挡命这种事儿。只要开了一回头，就停不下来。我去！人啊！这路走着阀门。老八。替为师把袈裟收起来。从这里往后，不必太惹眼。这东西不是血，是牢。见血了。有些人，只要先照着你身边的人落一刀，你自己便会慢下来。这一路别走得太顺，你才是最容易先碎的东西。他不是来打的，是来盯话的。一个示路，一个定线。这一卷真正被盯出来的，是后头那场命劫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俺能有什么事儿？猴子，替人挡命，开了一回头，就停不下来。真要断一个人，得从他最该亮的地方下手。俺记住了。这一劫，怕是躲不过了。西去的路还长，但真正的劫才刚刚开始。师傅，要不咱先住一晚，明儿一早再走。白天妖也得讲点道理吧？你怕了？怕倒不至于，弟子就是觉得做人做妖都得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。这鬼地方也忒邪门了些，天不黑，鸟不叫，连只兔子都瞧不着。师傅，咱是不是走岔了？路没错，路是没错，就是这地方不太想让人走过去。确实感觉到了哪里不对，有点邪气。邪气？像是压了太多年，没散干净。老沙，你别说的这么悬，俺胆子虽不小，
可也不是拿来白耗的。你那胆子，大半都长在嘴上。老人家，您这是见着我们高兴，还是见着我们发虚啊？客官说笑了，只是这几日过岭的人少。怎么个少法？进去的少，出来的更少。你早说！岭里有妖，说是妖吧，这些年倒也没几个人真见着什么大妖。可一到了夜里，风里总有人喊名字，谁要是应了声，第二天多半就找不着人了。就算找着，也跟叼了魂似的，只会念一句话：说骨不是自己的骨，路也不是自己的路。哦，几位若只是路过，天黑前最好就退回去，实在要进，也千万记住，夜里若听见有人喊自己名字，千万别答，千万别回头。多谢。师傅，要不咱先住一晚，明儿一早再走。白天妖也得讲点道理吧？你怕了？怕倒不至于，弟子就是觉得，做人做妖都得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。赶夜路不合适，主要是怕脏了师傅的鞋。哼，弟子从前不识时务，摔得太狠，如今就学会了一件事儿：跟对人比什么都重要。嘿嘿，再说了，跟着师傅心里踏实，真遇着事儿，弟子跑得再慢，也知道后头有人兜着。知道就好。哎，人呢？刚才那老尚怎么不见了？那就正好，俺瞧瞧，这白骨岭里装的是个什么神？这玩意儿谁丢这儿的？也太缺德了！别碰！动了，它动了！为幼者，人生皆苦短。师傅，弟子觉得此物与大师兄有救，咱们不如先让他们续续。再退两步，你都退到师傅僧衣里去了。猴子，他点名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活着？少装神弄鬼，你也配认得俺？他不是认人，那他认什么？这一棒断你根骨！退后！别急。走。妙好，妙好。
你怎么活成了这样？你这妖怪，说话就说话，非得拐那么多弯儿。贫僧的人，自然有贫僧护。他说话了。大师兄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在镜子里养了个自己？闭嘴！暗照只能照见自己。师傅，弟子觉得这镜子不讲理。这世上不讲理的东西多了。跟着人走路，走久了，你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吧？那也总比没路家强啊！摔下来那会儿，也觉得天上地下都没地方站。可后来俺才明白，先找着一条能走的路，比处在泥里想从前强。再说了，俺老朱这也不是劝谁，俺就是随口一说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地方有点邪性啊！你们护得了他的人，护得了他的魂吗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东西？这很多年里，倒是头一回有人这样叫我。没太懂。没懂你怕什么？啊？弟子这不是先替大家防着点吗？师傅，这不像山里正经养出来的妖。看出来了，他身上骨气太重，却没多少活气。骨气、活气，你们这一个个的说话都不说明白。意思就是他不像活物。活物，死物。活到最后还分得清这些的人本就不多。又来了，这种话弟子最怕。你冲谁来的？法师，你护得到紧。贫僧的人，自然由贫僧护。你若想照别的东西，去旁处照，照到贫僧门下，你胆子不小。我不是来照你的，我来照他。照俺什么？照你丢下的东西，照你不肯认的东西，照你一路走到如今，也没真正回头看过的东西。你这妖怪，说话就说话，非得拐那么多弯儿。八戒，哎，俺在那时候，你来。师傅，弟子刚刚那是气不过，主要还是想替大师兄和您分忧。可这种粗活吧，俺怕脏了佛门清净。去不去？去。俺老朱先说好啊，弟子是个讲理的，你若肯自己散了，俺就不。你倒是会活。会活不丢人，活明白了才算本事。
师傅，这是要单挑吗？你什么时候挑赢过？俺不跟你抬杠，这帮东西不讲武德。大师兄，他们又冲你去了。来。对，就该是这样。你本来就不该活成刚才那样。猴子，回来！今天照不完，下回再照。跑得倒快，像是在引我们过去。那就去。还去？他既敢招贫僧门下，贫僧总得看看他背后是谁在养。老沙，俺以前总觉得能打就够厉害了，现在呢？现在俺明白了，有些路不是因为不吓人才走得过去，是因为前头有人站着。这话也有道理。二师兄最近开窍的有些频。什么叫开窍？俺一两通透。俺就是觉得这塔长得不像什么正经地方，万一里边藏着点不爱见人的东西。师傅，俺有个事儿没想明白。说，那妖既然一门心思冲大师兄来，干嘛还非得把咱们全往里引？他若真想召魂，单把大师兄框住就不就完了？因为他自己召不动。啊？他后头还有东西。他像只是个影子。哼，那俺倒要看看藏在他后头的是个什么见不得光的玩意儿。最好别又是一堆骨头。这地方可真会省砖。这不是天然养出来的。看出来了。师傅，你们一个两个都说看出来了，可独子还没看明白。天然生妖，多半顺地气。这塔却像是逆着养的。地底下有东西被压着。塔不是用来养，是用来镇。既然是镇东西的，那咱要不绕着走？人家好不容易镇住，俺再给他掀了，显得不太讲理。弟子这是替天下苍生着想。错了。哪儿错了？若真是为了镇妖，不会拿这种法子。他镇的不是妖，是散不掉的东西。散不掉的东西？将残魂上去看看。还上去啊？你怕？怕倒是不怕，俺就是觉得这塔长得不像什么正经地方。万一里边藏着点不爱见人的东西。这塔看着有些古怪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先看看再说。这啥？给谁立的牌位？怎么连名都不写？无名石。不是没人认，像是不许认。你们这一个个的说话能不能稍微阳间一点？放下。这什么耗子毛？
师傅，俺现在觉得这地方确实有点不太欢迎咱们。不是不欢迎，是他等来了。原来你真的还没找全自己。又来！他们怎么都喜欢跟大师兄说这种怪话？师傅，这不是一处妖窝，像市场。有人借着一地旧骨旧器在试大师兄。是猴？是魂。猴子，把那根毛给贫僧看看。师傅，这玩意儿不会真是大师兄从前掉的吧？不是从前掉的，像是被人留在这里的。留的？谁有这本事，能留大师兄的猴毛？俺也想知道。看什么看？俺大师兄站这儿给你照半天，照出点银子没有？这塔透着古怪，师哥，你看那上头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咱们。弟子早些年总惦记天上那会儿，越惦记越别扭。越别扭越站不稳，后来俺才想通，旧账该认认，旧路该看看。可人要是一直站在旧坑边上不动，那才是真糊涂。路是往前走的，不是往回淌的。这句也有道理。二师兄今日确实像个人样。你们这一个两个会不会说话？俺这叫大智若愚。这下头还有东西？有，俺下去。俺在上头替诸位守塔也行。都下去。师傅，您现在使唤嫡子是真越来越顺手了。知道你靠得住，啊？那俺跟紧点。老朱，刚才那句记下了。哪句？路是往前走的，不是往回淌的。记着就行。弟子别的不会，摔多了，多少能给你们总结两句。那就把路走稳些，下去看看。俺这辈子走过桥，走过河，走过云，还是头一回走这种路。少看脚下，多看前头。师傅，下头有水。古井底下还带水？这要说是山里自己长出来的，俺不信。别照，俺压根没想照。怎么又是大师兄？给俺出来！你还真带着他们走到这儿了？少装俺！我都不知道你是个啥，俺迟早把你打出来。你还是这样，总觉得一棒下去什么都能打明白。老沙，俺怎么觉得他比大师哥还像大师哥？像，不代表是。那他到底是什么？俺也想知道。借石立柱，借水养影，借影照魂，手段不算高，倒是费心。法师，你果然看得快。既然知道贫僧看得快，还不把藏头露尾那一套收了？师傅，您现在动手是越来越不打招呼了。下面真有东西。你不该这么快动珠子。贫僧爱什么时候动，就什么时候动。
那你便自己看看，你动出来的是什么？这还真是照着大师抽掌的。他在借那根毛成形，不是成形，像是归位了一块。原来你是这么活下来的。闭嘴！你还是只会叫人闭嘴。你是不是以为不听、不看、不认，那些被你落下的东西就真的不算你的了？对，大师兄，打他！对，就该这样。你若连对自己下重手都不会，那你后头的路更走不稳。你这妖！别上！师傅，他不是冲你来的。原来如此。法师，你现在才明白也不算晚。贫僧明白的是，你们拿错人了。他是贫僧的大徒弟，不是你们养在井里照着玩的影子。法师，你护得住今天，可有些东西若本来就长在他内心里，你拿什么护？那就拿贫僧这个师傅的本事护，够不够？你来试试。你们怎么总抓着弟子这点缺点不放？俺虽然后退了一步，可第二步俺不是冲回来了吗？再说一遍，俺再说10遍也是一样。你打得越狠，越说明你认得出来。你闭嘴！老沙，俺怎么觉得大师这一回比平常打得更狠？因为他这次打的不只是敌手，那还打的啥？又来！打架就打架，怎么还带群起而攻的？二师兄，让开！俺本来也没想跟这水里爬出来的东西挤一块儿。你倒会找地方下手。先断根。师傅常说，讲道理得讲到根上。俺觉得打东西也一样。二师兄今日确实悟了些东西。什么叫今日？俺一直都……走开！别耽误俺去讲道理。你不是想让俺认？俺先打碎你，再看看你还能剩几分像我。师傅，这影子连兵器都会学。朱老八，左边第3根。打！好嘞，师傅，给俺也去开。右边第2根。托师傅可以，这等邪东西俺踩的。法师，你倒真不肯讲情面。你拿贫僧徒弟试刀，还想让贫僧给你情面？你是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重？画地为牢，进来！还是师傅这招看着解气。贫僧说过，照到贫僧门下是你胆子不小，现在把账讲清楚。你不是要俺认吗？俺不怕召见自己，俺怕的是有些人伪装成俺的样子，跑出来丢俺的面子。
对，就该这样。可你真以为你现在打的只是个披着你样子的壳？大师兄，俺以前不爱认账，可跟着师傅走了这么久，俺学会了一件事。什么？路是往前走的，不是往回装神弄鬼的。给俺散！好，打得漂亮，还没完。拿回来！你敢？法师，这次你护住了，下次呢？俺说了，你别碰俺的东西！你迟早还是要认。至少你走得比我稳，那就够了。俺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这种池子了。师傅，阵断了。打完了就走。师傅，弟子刚才表现的怎么样？还行。俺就说，关键时候还得看俺老朱。二师兄刚才先躲了一步，俺那叫战略后撤。后撤的很熟练。你们怎么总抓着弟子这点缺点不放？俺虽然后退了一步，可第二步俺不是冲回来了吗？哼，这回这句俺认。哪句？先找着一条能走的路，比处在原地想从前强。那当然，弟子这叫摔出来的见识。既知道路还在，就别在这里磨蹭，上去。